S 哲斯谈你的想象力和你的信念。一、父母信念的影响，人生早期形成的导向性质信念。在 S 哲斯的谈话中，他谈论了父母信念对于一个人在早期生命中形成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住个人的发展和意识心。S 哲斯强调，我们的意识心主要依赖我们的实质大脑来运作，并且在肉体内或内外部都存在一个意识心。父母信念是指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从父母那里所接受的观念、信仰和价值观。这些信念会在孩子的心灵中形成一个导向性的架构，指导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认识以及与世界的关系。父母信念在孩子成长的初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提供了安全感和方向，让孩子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好奇心，并在父母认为安全的范围内成长。然而，S 哲斯也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在早期形成了父母信念，我们并不一定被这些信念所捆绑。成长过程中，我们还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些信念，理解其中的连结和影响，并选择是否要保留或转变它们。这种审视和转变信念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并发展出更符合个人成长和意识心的信念。因此，父母信念的影响是早期生命中的重要因素，他们在塑造个人的认知和意识心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探索和认识自己，以达到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和意识觉醒。二、隐藏的信念对罪恶感与行为的影响。S 哲斯的谈话中，他阐述了隐藏在我们意识心中的信念如何影响我们对罪恶感和行为的反应。他指出，我们可能不容易发现，我们目前的行为和情绪很多时候是由对罪恶感的信念所引起的。然而，因为我们不习惯去检验信念，这些信念往往潜藏在我们内心，不易被察觉。S 哲斯举例说明，假如一个人觉得自己太过肥胖，可能会归因于对过去的某些事情感到罪恶，但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可能出自对罪恶感本身的信念，而不是过去的事件本身。他强调，我们不需要背负这样的信念，并且指出整个文明都建立在罪与罚的概念上，但这种信念可能导致混乱而非秩序。S 哲斯提及父母在孩童成长过程中所灌输的早期信念，这些信念形成了孩子学习的基础，设定了安全的范围，让他们在其中运作。这些信念也会影响他们的想象力和情绪，并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他强调，一个孩子从早期就会试图将自己的经验与父母的期望和信念相一致。然而，这些信念中可能存在着负面影响，像是任何伤害不可避免是灾难的信念，可能源自于过度操心的母亲。这些信念往往藏在意识心中，并且我们不习惯检查它们，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些信念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总而言之，这段谈话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和情绪背后往往有着深藏的信念。这些信念可能来自我们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了解并检视这些信念对我们至关重要，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并选择更健康、积极的信念，从而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意识心，实现更丰盛的生命。3、信念的影响，沟通与自我惩罚。在 S 哲斯的谈话中，他探讨了信念如何影响我们的沟通方式和对自我的看法。他指出，
信念通常是我们有意识知道的，但也有很多依附在信念上的意念，我们往往未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哲斯提到了一个摆锤占卜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看见在意识中未纳入认可信念系统的资料。哲斯谈到了信念的改变和成长过程中的转变。他强调信念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过去的限制，进而实现新的可能性。他提醒读者，真正的功夫是在内心完成，不应寻求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是要相信改变信念会带来好的结果。只要下了功夫，就可以安心等待结果。总的来说，哲斯强调了信念如何影响我们的沟通方式、行为以及对自我的看法。透过检视和改变信念，我们可以达到更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开启更多可能性，并克服过去的限制。这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内心的自我对话，以及信念和意念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当中真正的功夫是在内心完成，暗示了改变和成长始于内在世界。它告诫我们不应追求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是要相信改变信念会带来好的结果，需要下功夫并耐心等待。其次，透过检视和改变信念，我们可以影响沟通方式、行为以及对自我的看法。这意味着我们的信念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和自我评价，而通过改变这些信念，我们能够实现更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并打开更多可能性。同时，我们也能克服过去的限制，使自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最后，哲斯提醒我们要注意内心的自我对话。我们的信念和意念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这是指我们的信念可能影响我们的意念，而意念又可能加强或减弱我们的信念。因此，了解这种相互影响，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并持续探索和成长。总体而言，哲斯强调了信念在个人成长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并鼓励我们从内心开始改变，以实现更加积极和丰盛的生活。他提醒我们要保持耐心，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持续努力成为更好的版本。